哦，终于有美少女，终于有美少女的元素了。这是什么？枪？啊？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格雷特。今天呢，我要来开新坑了。没错，这个新坑是魔法少女小圆。大家好，我是艾泽一安，我是小柳，我是黑蜥蜴星人。没错，我们多一个人了，多一个人，这应该是有多一个爬虫系。这是我们本频道第一次有3个人开启镜头的系列。哇，我觉得我现在画面上应该很挤了，我操！而且这个魔法少女小圆这一次的主场不是我，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是被推坑的。开团的人呢、是黑蜥蜴星人，也就是我们的新来宾。没错，他今天要负责带我们入坑。基本上我的定位嘛，差不多就是你过去你带人入巨人的那个定位。小圆这部作品呢，它也是需要一点阅读理解的，看进去你才会理解它好看在哪，它神在哪里。首先我比较在意的是，我想问一下各位有看过魔法少女的类型的作品吗？有看过，没有我忘记叫什么了。但是光之美少女算吗？算，不太算吗？我看过，我忘记看过一部叫什么了。女主是被霸凌，然后觉醒的一个反正物品能力吗？然后我记得其中一个是割自己的手。我想要套的是你们有没有就是小时候的印象啦？没有，没有嘛？那应该就是珍珠美人鱼了吧？要不然珍珠美人也是乌龙派出所的那个月光刑警啊。那个性质差的有点没办法当参考。那可是光之美少女吗？好，那我主要提这个是，我觉得需要对魔法少女这个东西要有一点印象，你有一点情怀啊，或是既定的印象再来去看小圆，会比较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部的开播的宣传标语是要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充满幸福与温暖，所以平常心看。刻板中那种光之美少女，不是那个魔法少女的印象。首先，小圆它是2011年的作品，放眼那年后的魔法少女题材，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因为这部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它影响了后续很多作品的创作。哦，所以它算是开创先例的存在哦。它是改变历史的存在。改变历史的存在。然后顺带一提，魔法少女小圆的作者是费城地罗的作者徐渊玄，同一个人写的。哦，靠背怎么是他啦？哦，对，听起来好像不太妙哎。对啊。哦，这很艺术。哦，出口，这里是哪里？潜意识吗？好酷哦，这种。哦，这也是啊，好帅啊！异世界。这该不就是他们要打的那个吧？这是哪？这是倒叙变吗？身之后要那个的，还是这是梦之类的？不知道，现在场景看起来都很抽象。哦哟，哦，哦，直接上 BGM。哦，怎么样，少女要称赞吗？你也来当魔法少女啊！这开局其实就很不一般了，其实。哇，确实不是那种粉粉，然后那种变身的那种感觉。嗯，签下去吧。资源一样签下去。梦哦，他是做梦哦。在梦里签的吗？那个算是真的还是只是梦？
感觉就是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在梦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之类的。好，先说我魔法少女小圆，我基本上是完全没有被剧透。哦，哎，不对，有啦，我有看到某个角色死掉的梗图啦。有啦，但除了那个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对，除了那个之外，我都不知道。加一，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哎，虽然没有看。我倒是没听过这首歌。似乎在梦中见过，刚刚那个副标题。哦，梦中要成为现实啊！这是他家的庭院吗？他家怎么看起来很有钱啊？我也觉得。哦，你叫妈妈用锤的啊？不孝女。小朋友嘛，小朋友。这是弟弟吧？不孝子。哎，哦，这弟弟啊，好呗。看好了，妈妈是要这样叫了。见光死。哇，这根本就是我。见光死的部分。等一下，他家也太艺术了吧？对啊，他家很高级耶。那好多镜子，那是镜子还是玻璃？哎，对，那不是镜子吧？那在这里上厕所的话，可以全方位看到自己的视角，太屌了。好色，好怪啊！你要说这个空间打扫起来不容易，是怎样？是有什么强迫症之类的吧？为什么他们的东西都还要标示啊？哇，他可以绑出一个立起来的，哇，很厉害哎，你敢这样戳哦？你不怕那个番茄爆汁吗？我本来在想，我在等他爆汁的说。哇，干，他家时钟也好艺术，我的天！应该说他家各方面都很艺术。他家的东西都是从那个美术馆买的，是不是？大概吧，还是说他家其实就是美术馆？这个世界观就是这么艺术。哎呦，那是电子荧幕，后面换了耶，好帅哦！太有钱了吧！我靠！哎呦，少女咬着吐司。圆，他就是直接叫圆。哦。哇，少女校园青春。他妈是什么成功人士吗？哇，青春，真青春啊！哦，这就是你的目的吗？百合宣言啊！等一下，后面那个是什么阶梯吗？我操，这是教室吗？县狱学院。啊？这是什么党派战？我全手。啊？好吧，你是对的。哎，哦，是这样吗？这是私欲吧？前所未见。啊，吃半熟就不行啊！还有转学生。哦，可怕哦！这个教室全部看光光哎。这个世界观很细，这个世界观都是一个艺术品。这是刚刚对啊，刚这个对梦里面。
小美艳，哎呦，电子黑板啊，电子白板，哦，啊，我靠，高科技世界观呢，我操！刚刚是不会写他名字吗？君さんって前はどこの学校だったの？東京のミッション系の学校。前は部活とかやってた？運動系？文化系？やってなかったわ。すごい綺麗な髪だよね。シャンプーは何使ってるの？不思議な雰囲気の人ですよね、明美さん。ねえまどか、あの子知り合い？なんかさっき思いっきりガン飛ばされてなかった？いや、ごめん。还是对方也有梦到？なんだか緊張しすぎたみたいで。该不会ちょっと梦是连接的吧？保健室に行かせてもらえるかしら。あ、じゃあ私が案内してあげる。私も一回行く。いえ、お構いなく。係の人にお願いしますから。他的椅子那承重能力不科学。要まどかさん、あなたがこのクラスの保健係よね。你是要找他吧？連れてってもらえる？保健室。他是带着目的来的吧？你看，你看，其他那个教室内的也看得到外面，对啊，超快，好可怕啊！私が保健係ってどうして？他调查过一遍了。先生から聞いたの。千代。我在想要仔细看它的构造，那个桌椅的构造有点神奇。いや、だからもしかして場所知ってるのかなって。你转学来就是来找他的吧？哇，它是怎样？为什么它这么引人注目？她很正啊，她很漂亮，ホムラでいいわ。这学校只有它一个黑长直吗？不至于吧？是很正的原因吗？她很冷艳。いや、だから変な意味じゃなくてね、かっこいいななんて。他为什么要爆炸怎？么不开心了？まどか、あなたは自分の人生が尊いと思う？哦，家族や友達を大切にしてる？怎么突然问人家这个问题？好深奥的问题哦，怎么突然？とても大事な人たちだよ。本当に？本当だよ。嘘なわけないよ。そう。もしそれが本当なら、今とは違う自分になろうだなんて絶対に思わないことね。希望成为和现在不一样自己。哦，あなたは要まどかのままで。没有啊，不要成保为持叫他不要当要保持魔法少女初心的意思叫他不要当魔法少女的意思吧？应该是叫他不要当一般人就好了。什么天才是不是？哎呀，好难，我靠！会有好帅哦！啊，这么高跳科体能这么高科技的学校依旧要跳高，好吧？没事，我们最近刚对跳高很敏感的。没错，确实。哇，你也是跳高魅魔吗？他不用跳高就是魅魔了。哇，他十项全能呢！哦，是那个小精灵。哎，这里倒是很正常了，这里的建筑倒好正常哦。何それ？わけわかんないよね。までキャラ立てすりゃ気が済むんだ。あの転校生は。もういいか、そこが萌えなのか。什么东西啦？本当に明美さんとは初対面。ゆうべあの子と夢の中で会ったような。すげえ、まどかまでキャラが立ち始めたよ。ひどいよ。私真面目に悩んでるのに。ああ、もう決まりだ。それ前世の因果だわ。あんたたち時空を超えて巡り合った運命の仲間なんだ。もしかしたら本当は明美さんと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わ。え？まどかさん自身は覚えていないつもりでも、深層心理には彼女の印象が残っていて、それが夢に出てき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哦，有道理耶。哦，そうね。ごめんなさい。お先に失礼しますわ。今日はピアノ、日本舞踊、お茶の稽古ですの。もうすぐ哇，这是大小姐吧？啊いつまで続けさせられるのか。帰りに CD 屋寄ってもいい？いいよ。また上条くんの？まあね。哦，ではまた。じゃあね。这个商场倒是看起来很普通。对啊。好，这样你被狗追是不是？嗯，被什么东西？哇哦，这是什哇么？哇哇！哦，是他在追吗？哦哦，哦，那脚踏车是浮在半空中的。其实我没有看到刚刚的构图，不过想算了。哦，哦，谁？是刚刚那个东西吧？应该是那一只吧？就是对啊。我不知道要怎么称呼它。怎么会有这种地方啊？这也是商场吗？的其中一层还在施工的。施工的。他不害怕。哦，好可爱的小动物啊！它看起来很可爱啊。哦，哎呦，哦，诶，あなたには関係ない。だってこの子、私を呼んでた。聞こえたんだもん。助けてって。そう。这样，你要干嘛？你要干嘛？这是要干嘛？这样。可能来救。什么？哦，哦，灭火器吗？它是焰啊！哦，咦，什么这？什么东西？我突然蒙太奇了。反讯息量有点多。哦，还是要被拉入什么 BOSS 房之类的吗？cosplay 随机偷杀人魔吃被随机杀人。わかんないけど、この子助けなきゃ。他们也被卷进去了，是不是？非常口はどこよここ。変だよ。说拼贴世界啊！どんどん道が変わっていく。哦，好酷哦！这是什么世界观啊？哦，品客。这什么？不要乱讲。为什么蝴蝶会走路啊？脚吗？什么东西？蝴蝶是用脚在走路吗？哦不行，你说了品客之后，我有点回不去。哦，哎，这个品客发疯了。这是高维度生物的攻击吗？でももう大丈夫。哦，啊？あら、キューベイを助けてくれたのね。ありがとう。その子は私の大切な友達なの。诶，你们同一间学校了？呼ばれたんです。啊，中に直接对耶この子の声が。そうそう。自己紹介しないとね。でも、その前に。吴圈圈，变身吗？
哦，ちょっと足元語ってちゃっていいですか？哦，终于有美少女，终于有美少女的元素了。这是什么枪？啊哦王之财宝的枪版本，也是黄色的啊。好，就叫你金闪闪吧。就叫你金闪闪。所以他们两个是那个哦敌对呀。魔女すぐに追いかけなさい。今回はあなたに譲ってあげる。哪边是哪边的私？が用があるのは哦，飲み込みが悪いのね。見逃してあげるって言ってるの。所以他们算是他们应该是同阵营的啊同方的，对啊。对啊，お互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杀那个言いたいと思わない？这个魔法少女是不是有什么派系问题之类的啊？可能还是她不想当魔法少女，所以要把起头杀掉之类的。马美妈咪この子たちに妈咪，私が通りかかっただけだから。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僕の名前はキューベイ。あなたが九北哦，Q 北，そうだよ。要まどか。それとミキサヤか。なんで私たちの名前を？僕、君たちにお願いがあって来たんだ。哦，你就是来找他们的啊。僕と就跟梦妮一样啊。魔法少女になってほしいんだ。要不要亲下去啊？哦，签啊签，跟签志愿役一样，签下去，对啊保证很签下去有好哦。美好的未来哦。我也在想他眼睛画风是故意画成那样，还是就只是按遵照原作而已？其实他眼睛他没有原作它其实是原创。啊，他是原创哦。那他那个眼睛不管怎么笑，都会有一种忧郁的感觉。就只是就风格垂下来。他里面有那个画，就是涂抹那种铅笔涂抹那种感觉。我总觉得这 ED 应该有问题呀、有吗？有吗？来听听看很可爱啊。只有一张图的这个 ED， ED 只有一张图的 ED 通常后面会变，哦，哦，总觉得这 ED 有问题。那我们就快点看一下他，记住一下他的那个。这首歌还是很可爱的啊。明天见。之后 ED 应该还在加东西，应该不会只有这样。僕は君たちの願い事を何でも一つ叶えてあげる。本当？好，实现愿望有实，现愿望。你是移哦，动还可以实圣杯吗？现愿望，哇！それはとっても嬉しいなって。感觉他妈有鬼，我也觉感觉有得，鬼哎！这是一个这个东西，感觉是有点奇里加圣杯的定位欸，对啊，还在怂恿你耶。感觉有所以鬼欸。签下去，签下去。有什么都不讲好处，一直讲坏未来那个，有什么不讲坏处，一直讲好处。好怪。然后这个黑长直感觉就是要公司离职的老员工，你怎么还没签辞职信？快点不要签，快点给我签！不要签进来，里面很危险，你不要签，不然后他可要签后面。能在那个气头出来，他可能在追杀主管之类的。然后新人就毕竟他是为什么你要签约殴打人？他可能想要取消契约，我不想当魔法少女了，所以去追杀那一只。但是他公文都不签，所以只能自己去追杀他。如果他是想离职的话，那他这一集其实就是在招募新员工来补人。哦，要找替死鬼是不是？哇，他一次抛橄榄枝给2个人、欸，员工是越多越好嘛，所以一次2个人赚。确实，就是这个黑长直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女主，感觉、是啊感觉应该是梦里面就有是相通的感觉。从他转学过来这件事情，其实对他进班上第一眼就看他嘛，所以对他是认识没就是事。带着感觉带着目的性的，是梦让他们连接的吗？比较想知道，还是跟那个同学说的一样？比较想知道丘比找上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找
找那个魔法少女的那个原因。因为目前才只有第1集嘛，你可以就是多抛一点疑问，不过也可以不用问那么多啦。有一件事情我要确认，我想要确认那个课座椅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觉得，我想看一下它到底什么结构。我比较想知道他那个进学校之前的那个楼梯。他们的支点都只有一边呢，就只有一根呢。椅子也是一根，然后他椅背也只有一根，不能靠着椅背睡觉前排是一根桌椅，然后接桌面。椅脚，然后接桌脚，接椅子，接椅子。那这里怎么少？为什么这里少了？哎呀，作画失误。我那这里应该还有一根才对啊，为什么这里少了？这是画错吧？啊，就是对啊。我刚刚就看这边，为什么？哎，这个到底怎么接的？奇怪，好酷啊！那这边都没有桌脚啊，这边都是悬空的，这边都是悬空的，是真。我刚才说为什么这个桌子我看不懂是怎么回事？哎，我看一下他们家厕所，我想要看一下。对啊，全部都是镜子超多的。而且他们右边那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表？什么面板之类的？这什么？怎么温度？这是家人吗？就是什么家人的数值之类的吗？啊？家人的数值有这种东西吗？这连化妆品都有标那个应该不是那个，应该是气温之类的吧？如果是比较是吗？我不知道，我猜啦。家人数值有点恐怖然后这应该是雾面玻璃，这应该不是镜子。这个是单纯洗手间的话，有点过大了，超奢侈。我比较想知道他们的那个哪个化妆品啊，都有标顺序。他放的东西全部，你看，全部都有放，都有1、2、3、4，有这回事啊？这个数字化妆顺序吗？化妆顺序啊。制作组会比较多花心力在这些看似不重要，但其实意外用心的细节。饭厅这个部分算是看起来蛮正常。你可以拉回妈妈的房间啊。为什么妈妈房间那么多椅子啊？好多椅子啊！太多椅子了吧？而且它是一个楼中楼的那种概念，它房间就是一个楼中楼。右边这里有灯，这个灯应该是用来打光的吧？好酷哦！可能是有在拍什么东西，可能妈妈本身是 model， 或者是这里有在帮。我刚刚也在想，商品拍东西之类的。这里相对奇怪的可能是床的位置，它居然在正中间。确实。或者是这些椅子其实就是它的商品，然后它是帮这些椅子拍照之类的。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剧组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他就是想摆一堆椅子。靠腰。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个他们进学校之前的那一幕。哇，这里其实也很艺术。这后面这个草是草剪过，这是怎样大断层？那看起来会掉下去就死掉了。应该是下坡吧？应该是单纯的视角问题而已。艺术道路，我在想中间这个空地是干嘛的？草种在路中间干嘛？草住在路中间，搞不好是长在那。这也太会长了，它长在石砖上，长了一圈，中间是空的，很会长然后这里的架构是，这里是怎样？这应该是原地，他们在这个池塘河流旁边，然后这是同一个地方吗？有点像闪现过来一样，愣了一下。啊，他们后面那个是什么台阶吗？他们台阶要爬上去应该是台阶吧，台阶比较合理，因为以学校大门口来说，不太可能会有出现这种很明显的坡度，所以这应该是台阶。如果它是平地的话，那就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台阶太高了吧？好想知道他们怎么上去的，知道怎么上去啊？如果这个场景的转移，如果它不是伏笔的话，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失误。那如果它不是伏笔，也不是失误，那它可能就是单纯意识流，就是时间过好快，他们直接玩着玩着就玩到校门口了 ，maybe 可能是这样。然后这个教室也是很神奇，好像在关笼子一样的。怎么讲？平常老师会比较容易看啊，就不用一间间闯进去啊。不能偷，不能开小差好讨厌。不能作弊了，后面会有人在看。很像在关小老鼠的感觉，小白鼠的感觉。实验室这种。对，实验室的感觉。你知道第一集唯一我有看到比较熟悉有魔法少女的感觉，只有她变身的时候而已。还有那一只小精灵一定有鬼，丘比一定有鬼。以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魔法少女小圆第1集的人选。那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人选的话呢，请务必在底下按赞留言告诉我们，给我们更多往下看的动力。那如果你等不及想要看下一集的话呢，我的下一集会员已经可以看了，对，那所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就可以提早看到下一集的魔法少女小圆的人选了。就这样子，我们下次见，拜拜。